这是山西太原的垂阳宫，它是由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徒弟，也就是元代道士宋德芳主持建造的。其始建年代不晚于忽必烈时期，所以它拥有700多年的历史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但更牛的点在于，它的内部还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，甚至有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。这种级别的文物在全国仅有195件，而太原垂阳宫就独占了2件，甚至其中1件就直接摆在走廊里，露天裸展，连个罩子都不加，可见这个地方是多么的豪横。所以我春节去太原的时候，就穿着明制汉服到垂阳宫逛了一圈，并拍下了这个视频，把我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列位诸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公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位于山西太原的垂阳宫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。我是2026年2月过去的，太原南站下车之后，坐地铁1号线，有半小时差不多就到了。垂阳宫的入口是一座很厚重的石牌楼，其屋顶为重檐歇山顶，上覆蓝色琉璃瓦，中间的垂阳宫匾则是明万历年间的匾。垂阳宫前的一对大狮子是明代的铁狮子，其中脚下有小狮子的那一只是雌狮子，另一只则是雄狮子。门口的石刻书法吕天仙祠是太原书法家徐文达先生的墨宝。看完这些，我们准备买票进门了，全价票30元一位。进门之后直奔左侧的碑廊，开场第一排全是清碑、民国碑，这些东西在山西是排不上号的，毕竟往前走几步就看到唐代的释迦立像了。他的形象介于佛和菩萨中间，头上是佛的罗发，但身姿很像菩萨。还有南北朝的释迦立像，他身上密密麻麻布满 U 型纹的袈裟便是通奸袈裟，造像总体风格偏阴柔，大致可以归入北齐，这是我的个人推测，不保真。然后是北朝的冠丘氏造像碑，我之所以能认出这个名字，是因为三国有个武将名叫冠丘简，看书时顺便认识了这个字。而这个北魏的供养人冠丘氏确实就是冠丘简的后代，他的出土地就叫做冠丘山，位于山西的闻喜县。墙壁上的小碑中有我们熟悉的墓志铭，此外还展出了墓志盖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啥，查完资料后发现原来墓志盖就是墓志铭的标题。然后是西魏的谭灵等造释迦立像，谭灵听着很像是出家人的名号，造像画风沿袭了北魏的包衣博带风格。博带一般指那种比较宽的腰带，包衣则指放量非常大的衣服，穿出来之后就有一种衣袂飘飘的感觉。下一件文物可是重量级，它就是唐武周年间的涅盘变相碑，是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，但它就直接露天摆在碑廊里了，可见山西是多么的豪横。其碑首上有赤龙形浮雕，中间还包裹了一座舍利塔，而碑身上的浮雕则是涅盘变相，说白了就是佛陀涅盘时的那些故事。首先我们来看正面，佛陀80岁时自知时日无多，便至梭罗双树间最后一次开示弟子，视为临终一戒。之后佛陀便在双树间涅盘，视为双临入灭。此时佛陀生母摩耶夫人已升为天龙八部中的天众，在得知佛陀涅盘后，便率天众从天而降，见佛观而痛哭，视为摩耶哭观。于是佛陀以神力于观中合掌而起，为母说法劝解，视为再生说法。之后大迦摄率500弟子运着棺材穿城而过，视为绕城送葬。最后送到天官寺火葬场，将佛陀火化后得8壶4斗舍利，视为火焚尸身。而石碑的背面则刻着印度8位国王瓜分佛陀舍利的场面，视为8王分舍利。看完这件国宝之后，我们回到中轴线继续往里参观。中间牌楼上仍然写着吕天仙祠4个字，牌楼的旁边是一件明万历年间的独角兽，而且腹部还藏着一只幼兽，这是用生铁泥范分铸而成的，铸造人则是太原府的通判杜振。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带有8字影壁墙的厚重大石牌楼前，它上面写的字很难辨认，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道德之门。走上来之后就第一时间看到了大量的古树，再往后就一路来到了县厅。现场展出的铜铸青石像是一尊明代的造像，它对称位置的铜铸白像也是明代的造像，后面那尊铜弥勒像还是明代的造像，弥勒是未来佛，未来拜。
最后那件造型很抽象的石虎，则是西汉时期的产物。现在我们穿过县厅，来到下一进院落，并奔向左手边的第一展厅。展览的主题叫做十卷风华，是垂杨宫收藏的历代木质精品展。但第一展厅除了一段前言之外，啥展品都没有。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展厅，它是从秦汉的萌芽时期开始讲起来的。一般东汉延平元年的甲午重漆马江木石，常被视为木质的起源。然后我们进入南北朝时期，这是木质的定型时期。隋唐则是它的兴盛时期。唐代存世的木质也是最多的。人们常以这一方石头上的字概括一个人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而更多的人可能连这一方小小的墓志铭都混不上。它的对面是第三展厅，对应朝代为宋元明清，也就是木质的余晖时期。这时候的木质和之前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。而第四展厅中则只有一个放纪录片的壁挂电视，其余的就没了。再往前就看到了明代建筑吕祖殿，它就是太原垂杨宫的正殿。此殿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，上有蓝色琉璃瓦剪边以及一个方圣。现在我们走进吕祖殿内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殿内的造像和壁画。正中间供奉的吕洞宾像是明代的铜铸像，而两侧的是男是女像也同是明代的铜铸像。后面的壁画名为钟离权度吕洞宾图，两人穿的都是交领右衽，右侧钟离权的衣服甚至有点掉筋，看着有一种慵懒感。而右手边的壁画则是早期的八仙过海，里边没有何仙姑，8个全是男性，其中代替何仙姑位置的便是早期版本中的徐神翁了。而其余几面墙上的壁画则是垂杨帝君仙游显化图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吕洞宾自降生到成仙那全程的连环画展示。它和刚才的那些壁画一样，都是按照瑞城永乐宫的壁画所复刻出来的版本，所以这个就不必细看了。等将来永乐宫开放拍照之后，我们再去现场拍摄真迹讲解，岂不美哉？其中吕洞宾和狗同框的那个画面，想来便是狗咬吕洞宾了。最后我们来看匾额，高处的玉鹤祥云匾是清乾隆年间的匾，另一块画点龙舟匾还是清乾隆年间的匾。屋顶中间的梁架居然还做成了9宫8卦的形状，倒是挺应景。两相对比起来，周遭的那些古建筑模型反而不值一提了。实物都看过那么多了，模型看不看得两可了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吕祖殿，下面我们走进虚无洞的入口，它的两侧竟然还有空的房间，房间内还有空置的石台，像是摆贡品用的。走出来之后，能在第4进院的中间看到一个2层亭式建筑，这个建筑里也有刚才的那种石台，但也是空荡荡的。然后我们进入后面的灵宝洞，它的内部是一个汉画像石展厅，这些基本都是离石县杨家坪的汉画像石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上世纪的30年代被盗墓贼盗走了，剩余的残石则被群众保存了起来，最终被运到了这边，并被一路保存到了今天。现在我们登上去，能在刚才中间建筑的上层看到明代的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同铸像，两侧分别是穿圆领袍和内搭交领中衣的明代士男像，以及穿交领右衽的明代泥塑士女像。其余屋里有古建筑主题展牌，但现在锁起来看不到了。然后我们登上楼梯，达到最高层。这个展厅的主题名叫大唐遗珠，其中比较抢眼的看点是2尊3D 打印的菩萨。至于另一侧介绍的3大唐构就不必细看了，因为我连视频都出过了，各位直接回看就好。你看我在这边转了半天，但在这个视角是看不出来院落细节的。如果切换成航拍视角，就能发现这第4进院落是一个9宫8卦院，具体布局如图，这就是一个很应景的小巧思了。看完这些，我们走进最后的乾真洞，参观里边的展品。第一件是明代的真武大帝铜坐像，他身上的外袍放量很大，内搭则是交领右衽的中衣，胸前缠着一条玉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玉带提这么高，因为其手指已经残损，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资料得知他的这个手势叫做真武印。然后是明代木雕关圣帝君造像，这里的关羽身上穿着铠甲，但左臂上明显罩着外袍，幸亏我这是入坑汉服了，所以才会了解到这种穿法叫做文武袖，是一种很拉风的穿搭方式。但是因为甲胄比较贵，所以现实中这么穿的人并不多。下一件就是来自运城的长阳天尊像了。
我们刚才说过，这边有2件禁止出境的国宝，这就是第2件了。石像本身是用汉白玉雕造而成的，底座则是用石灰岩制作而成。天尊身穿道袍，坐在石座之上，长髯垂胸，眯着双眼，看起来神态颇为安详。这就是唐代道教的精品之作，非常珍贵且精美，国宝的含金量可见一斑。然后是明代的毗卢遮那佛铜像，其头戴五佛冠，身穿包衣博带式袈裟，并以家夫坐姿坐于仰莲宝座上，双手结最上菩提印。因为毗卢佛经常结这个手印，所以它也常被称为毗卢印。然后是明代的维陀像，其上举的左手中握着一件尖尖的法器，右手则是空的，且有向上托举的姿势，推测原本握有宝杵，而且是向上托举的。至于这个姿势的含义，旁边也做了解释，这里不再赘述。其身穿全套铠甲，面相却丰腴亲切，倒是有一种儒将的感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太原垂杨宫身为一家道观，为什么会收藏着这么多的国宝呢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在1953年就是山西省博物院的2部，当时没条件建太好的博物馆，正好就借用他现成的古建筑群来充当博物馆了。之后山西省博虽然迁走了，但这边又先后成为了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以及山西省古建筑博物馆，而且很多山西古建筑在损毁之后，残留的文物都被统一调拨到了垂杨宫，被集中保管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里看到许多的文物，也包括刚才的那几件国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太原垂杨宫的参观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座道观本身。如果你来太原旅行，或者以太原为中转站，中途能腾出2个小时空余时间的话，不妨就把这时间留给垂杨宫。这5进的恢宏院落，顶流的珍贵国宝，还有沿途中的历史穿越之旅，一定能为你的旅途增添一段非比寻常的回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